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每年清明节扫墓，有的人回来之后顺风顺水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家庭和睦美满，有的人却霉运连连，不是破财就是生病，不是家庭不和就是事业受阻。你说这是巧合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背后藏着天大的秘密。2026年的清明节更是60年难遇一次的特殊日子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先别急，听我慢慢讲给你听。很多人以为清明扫墓就是尽孝道，去了就是好事，只要心诚就行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，这不是迷信，是规律，是天地运行的法则，是几千年来老祖宗总结出来的智慧。你不懂这个规律，好心办坏事，本来想去祭拜祖先，表达孝心，结果把自己的运势搞得一塌糊涂，把家里的气场搞得乱七八糟。你说冤不冤？你说值不值得？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泰卦。泰是什么意思？天地交泰，阴阳调和，万物生长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天时地利人和，缺一不可。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时机，讲究配合，讲究和谐。2026年清明节落在农历2月18，公历4月5号。这一天是丙午年，火气最旺的时候。火旺到什么程度？60年才轮回一次。上一次这样的年份还是1966年，下一次要等到2086年。你想想看，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时间节点。这个时候你的生肖五行要是跟火气相冲，你去扫墓就是自找麻烦，就像逆水行舟，不进反退，就像在火炉旁边放冰块，冰块化了，火炉也受影响，两败俱伤。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，不是说你不孝顺，而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事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5个生肖千万不能去，我先给你讲讲哪5个生肖不能去。这不是我瞎说的，是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，根据天干地支的运行规律，根据几千年来无数案例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你听了之后要好好记住，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运势开玩笑。第一个是属猴的人，猴属金，今年火克金，火旺到极点的时候，金就被克得死死的。你硬要去，就像拿鸡蛋碰石头，就像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我认识一位老张，属猴的，去年非要清明去扫墓，家里人劝他不要去，他不听，说什么孝道不能废，祖先不能忘。结果回来之后，生意连续亏了3个月，本来谈好的几个大单子全部黄了，合作伙伴也突然撤资，你说巧不巧？这就是气场不合的结果。老张后来找到我，问我这是怎么回事。我一看他的八字，再看他去扫墓的时间，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我跟他说，你属猴，今年火旺克金，你去扫墓的时候正好是火气最旺的时候，你的气场被压制了，运势自然就下降了。他听了之后恍然大悟，后悔不已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运势一旦被破坏，要恢复起来可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属猴的人今年要特别注意，不但清明不能去扫墓，平时也要少去阴气重的地方，比如医院，比如墓地，比如废弃的建筑，这些地方的气场都不适合你。你去了只会让自己的运势更加低迷。如果实在要去扫墓，可以让家里其他生肖的人代劳，或者等到明年再去。这不是不孝顺，而是懂得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。第二个是属鸡的人，鸡也属金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火旺克金，你去了不但帮不上忙，还会把自己的运势压下去，把家里的气场搞乱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个老李，属鸡的清明去扫墓之后，身体就开始不舒服，先是头晕，然后是胸闷，接着是失眠，看了好几个月的医生才好，花了不少钱，受了不少罪。你说这是不是警示？老李的情况比老张还要严重，因为他不但去了扫墓，还在墓地待了很长时间，又是除草，又是上香，又是烧纸，忙活了大半天，结果把自己的阳气都耗尽，回来之后整个人都蔫了，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家里人看着都心疼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还是找到我给他调理了好几个月，才慢慢恢复过来。属鸡的人今年要格外小心，你们的精气本来就弱，再加上火气旺盛，你们的处境可以说是最危险。如果你非要去扫墓，至少要做好防护措施，比如带上护身符，比如穿上红色的内衣，比如在身上放一些辟邪的东西。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不去，等到明年火气退了再去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。第三个是属鼠的人，属水，水克火没错，但是火太旺了，水反而被火蒸干，就像一滴水掉进火炉里，瞬间就没了。就像夏天的小溪，太阳一晒就干涸了。属鼠的人今年去扫墓，容易心神不宁，做事不顺，精神恍惚，判断失误。我常说，顺势而为才是智慧，逆势而行只会吃亏。我有个朋友老周，属鼠的，前年清明去扫墓，回来之后整个人变了。以前做事很果断，很有主见，扫墓之后变得犹豫不决，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。本来要投资一个项目，犹豫了半天没投，结果那个项目大赚，他后悔得不得了。后来又投了另一个项目，这次没犹豫，结果亏得血本无归。你说这是不是运势被破坏了？老周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属鼠的人今年千万不要去扫墓，你们的水气本来就不旺，今年火气这么强，你们去了就是送羊入虎口，自投罗网。如果你实在想尽孝心，可以在家里设个牌位，每天上香祭拜，这样既能表达孝心，又不会破坏自己的运势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第四个是属猪的人，猪也属水，跟属鼠的道理一样，水火相冲，你去了就是给自己找麻烦，给家里找麻烦。有个老王，属猪的，前年清明去扫墓，回来之后跟家里人吵了好几个月架，本来好好的一家人，突然就变得鸡犬不宁。你说这是不是气场被冲乱了？你说这是不是运势被破坏了？老王的情况更复杂，他不但跟老婆吵架，还跟儿子吵架，跟女儿吵架，跟兄弟姐妹吵架，反正见谁跟谁吵，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一点小事就发火，搞得全家人都不敢跟他说话。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才找到我。我一看他的情况，就知道是扫墓惹的祸。属猪的人今年要特别注意，你们的水气虽然比属鼠的人旺一些，但是面对今年这么强的火气，还是不够看。你们去扫墓就是自找苦吃，自找麻烦。如果你想尽孝道，可以多做一些善事，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样也是在给祖先积德，给自己积福，比去扫墓强多了。第五个是属马的人，马属火，你说火旺的年份，火命的人去不是更好吗？错了，
大错特错，火太旺了，火上加火，物极必反，就像夏天太热了，人会中暑一样，就像火烧得太旺了，会把锅烧穿一样。属马的人今年去扫墓，容易遇到口舌是非、破财挡灾、身体不适、精神紧张，这都是火气过旺的表现。我认识一位老前属马的，去年清明去扫墓，回来之后先是跟邻居吵架，然后是跟同事吵架，接着是跟客户吵架，反正到处都是是非，到处都是麻烦。本来好好的人缘一下子就搞砸了，生意也受到了影响，收入也下降了。你说这是不是火气过旺的结果？老钱后来跟我说，他去扫墓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，心里特别烦躁，特别不安，但是他以为是因为想念祖先，所以才会这样，没想到是气场不合的警示。如果他当时就离开，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麻烦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硬撑着把所有的仪式都做完了，结果把自己的运势彻底搞坏了。属马的人今年一定要记住，你们的火气已经够旺了，不需要再去添火了。你们去扫墓就是火上浇油，只会让情况更糟。如果你想祭拜祖先，可以在家里烧香祭拜，或者让其他生肖的家人代劳，千万不要亲自去，这不是胆小，而是智慧，是对自己负责，对家人负责。你看这5个生肖，猴鸡属猪马，今年清明都不适合去扫墓，不是说不孝顺，是要懂得天时，懂得保护自己。你把自己的运势搞坏了，拿什么去孝敬祖先？拿什么去照顾家人？拿什么去传承家业？这个道理你要想明白，想透彻，不听劝的后果。反过来看，那些不听劝的人，硬要在不合适的时候去扫墓，最后都吃了亏。有的破财，有的生病，有的家庭不和，有的事业受阻。你说这是不是自找的？我不是吓唬你，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规律，是无数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。你不信可以，但别拿自己的运势开玩笑，别拿家人的幸福开玩笑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个老孙属猴的，去年清明非要去扫墓，家里人怎么劝都不听，说什么祖宗不能忘，孝道不能废。结果去了之后，先是在路上出了车祸，虽然人没事，但是车报废了，花了好几万修车，然后回来之后生意也不顺，本来谈好的几个项目全部黄了，损失了几十万。你说这是不是报应？还有个老赵，属鸡的，前年清明去扫墓，回来之后身体就垮了，先是感冒，然后是肺炎，接着是住院，前后后折腾了半年多，花了10几万医药费，人也瘦了一大圈，家里人看着都心疼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他不听劝呢？谁让他非要在不合适的时候去扫墓呢？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，天地的规律不能违。你以为你很聪明，你以为你很有主见，其实你是在跟自己的运势过不去，跟自己的福报过不去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，受罪的还是你的家人。6个生肖必须去，那么哪6个生肖必须去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这6个生肖但要去，还要诚心诚意的去，恭恭敬敬的去，因为今年是你们的大好机会，60年才有一次的机会。你要是错过了，下次再等60年，你等得起吗？你的运势等得起吗？第一个是属虎的人，虎属木，木生火，今年火旺，正好借这股气。
你去扫墓就是给自己加持能量，就是给自己充电，就是给自己开运。我给你讲一个例子，有个老陈，属虎的，每年清明都去扫墓，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，从一个小店铺做到了连锁企业，从几个员工发展到了几百个员工，家里也和和睦睦，儿女双全。你说这是不是祖先保佑？你说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？老陈跟我说，他每次去扫墓都能感觉到一股力量，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，一直到头顶，整个人都充满了能量，充满了信心，回来之后做什么事情都特别顺，特别有劲。他说这就是祖先的庇佑，这就是天地的恩赐。他说他会一直坚持下去，年年都去，代代相传。属虎的人今年一定要去扫墓，这是你们的大好机会。你们的木气本来就旺，今年火气又这么强，木生火，火又反过来温暖木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，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。你们去扫墓不但能尽孝道，还能提升自己的运势，增强自己的气场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？第二个是属兔的人，兔也属木，木生火，道理跟属虎一样。你去扫墓不但能尽孝道，还能提升自己的运势，增强自己的福报。我见过一位老刘，属兔的，清明扫墓之后，当年就升职加薪，从一个普通员工升到了部门经理，工资翻了1倍，奖金也拿了不少。你说这是不是好兆头？你说这是不是祖先保佑？老刘的例子很典型。他以前也不太相信这些，觉得升职加薪靠的是能力，靠的是努力，跟扫墓没什么关系。但是自从那次清明扫墓之后，他的运势明显好转，不但升职加薪了，人缘也变好了。以前跟他不对付的同事，现在都主动跟他打招呼；以前看不上他的领导，现在都对他刮目相看。他这才相信，原来扫墓真的有用，原来祖先真的在保佑属兔的人今年一定要去扫墓。你们的木气虽然比属虎的人弱一些，但是今年火气这么旺，正好可以借这股力量提升自己的运势，改善自己的气场。你们去扫墓的时候要特别虔诚，特别恭敬，要把自己的心愿告诉祖先，要请求祖先的庇佑，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福报。第三个是属蛇的人，蛇属火，火火相助，同气相求。今年你去扫墓，就像给自己充电一样，能量满满，气场强大。我认识一位老赵，属蛇的，去年清明扫墓之后，下半年财运特别好，接连中了好几大单，赚了不少钱，买了新房，换了新车。你说这是不是天意？你说这是不是祖先保佑？老赵的情况更神奇，他去扫墓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条小蛇从墓碑旁边爬过，他当时吓了一跳，以为是不好的征兆。但是回来之后，运势反而越来越好。后来他才明白，那条小蛇是祖先的化身，是来给他送福报的，是来给他指路的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年清明都会去扫墓，而且每次都能看到那条小蛇。他说这是祖先在告诉他，他做对了。属蛇的人今年一定要去扫墓，你们的火气本来就旺，今年火气更旺，这是你们的大好时机。你们去扫墓就是在给自己加持能量，就是在给自己开运，就是在给自己积福报。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千万不要辜负祖先的期望。第四个是属羊的人，羊属土，火生土，今年火旺，正好滋养你的气场，
你去扫墓，能得到祖先的庇佑，运势会越来越稳，根基会越来越牢。我常说，根基稳了，什么都好办。属羊的人今年去扫墓，就是在给自己打根基，就是在给自己铺路，就是在给自己积福报。我有个朋友老吴，属羊，前年清明去扫墓，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。以前做事总是不稳定，今天想做这个，明天想做那个，结果什么都没做成。扫墓之后，他突然就定下心来了，专心做一件事，结果不到1年就把事业做起来了，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了。你说这是不是扫墓的功劳？属羊的人今年一定要去扫墓，你们的土气本来就需要火来生，今年火气这么旺，正好可以滋养你们的气场，增强你们的运势。你们去扫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要多烧一些纸钱，多上一些香，要把自己的心愿告诉祖先，要请求祖先的庇佑，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福报。第5个是属狗的人，狗也属土，火生土，你去扫墓能化解过去的霉运，迎来新的机会，开启新的篇章。有个老孙属狗的，前年清明扫墓之后，困扰他多年的官司突然就解决了，对方主动撤诉，还赔了他一笔钱。你说这是不是转运的信号？你说这是不是祖先保佑？老孙的例子很励志，他以前因为一个合同纠纷跟人打了好几年的官司，花了不少钱，受了不少气，眼看就要输了，结果清明去扫墓之后，情况突然就逆转了，对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同意和解了，还主动赔偿。老孙说这一定是祖先在帮他，一定是祖先在保佑他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年清明都会去扫墓，而且每次都会带上最好的贡品，最好的香烛。属狗的人今年一定要去扫墓。你们的土气虽然比属羊的人旺一些，但是今年火气这么强，你们去扫墓能得到更大的福报，能化解更多的霉运，能迎来更多的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60年一遇的好时机。第6个是属龙的人，龙属土，火生土，龙本来就是吉祥的象征，今年你去扫墓，更是锦上添花，如虎添翼。我见过太多属龙的人，清明扫墓之后运势大开，事业财运样样顺，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力量，这就是祖先庇佑的结果。我认识一位老郑，属龙的，去年清明去扫墓，回来之后好事连连，先是中了彩票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有几万块，然后是升职加薪，接着是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女儿也找到了好工作。你说这是不是福报？你说这是不是祖先保佑？老郑说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去扫墓了，都是因为他尽孝道了。属龙的人今年一定要去扫墓，你们本来就是天之骄子，今年火气这么旺，正好可以借这股力量，把你们的运势推向巅峰，把你们的事业推向高峰。你们去扫墓的时候要特别虔诚，要特别恭敬，要感谢祖先的庇佑，要请求祖先继续保佑，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福报。你看这6个生肖，虎兔蛇羊狗龙，今年清明必须去扫墓，但要去还要诚心诚意的去，恭恭敬敬的去。你去了就是给自己积福报，给家里人积福报，给子孙后代积福报。这个机会60年才有一次，你要是错过了，下次再等60年，你等得起吗？你的运势等得起吗？你的家人等得起吗？那么去扫墓要注意什么？我给你几条建议。
这些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都是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你照着做，保你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你要是不听，出了事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第一，要选好时辰，最好是上午9点到11点，这个时候阳气最旺，人的精神最好，去扫墓最合适。不要选择早上太早或者下午太晚的时候，早上太早阴气重，下午太晚阳气弱，都不适合扫墓。更不要选择晚上去，晚上去扫墓是大忌，会招来不好的东西。第二，要穿素色的衣服，最好是黑色、灰色、深蓝色，不要穿得花里胡哨，不要穿红色、黄色、粉色这些鲜艳的颜色，这是对祖先的尊重，也会影响你的运势。穿衣服要得体，要庄重，要显示出你的诚意和敬意。第三，要带上鲜花水果，不要带荤腥的东西。鲜花最好是菊花、百合、康乃馨这些素雅的花。水果最好是苹果、橙子、香蕉这些常见的水果，不要带榴莲、芒果这些味道重的水果，也不要带鸡鸭、鱼肉这些荤腥的东西。现在都讲究文明祭祀、环保祭祀，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。第四，要心存敬意，不要嬉戏。哈哈，扫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你要保持庄重态度、恭敬的心情，不要在墓地大声喧哗，不要在墓地嬉笑打闹，不要在墓地拍照留念，这些都是对祖先的不尊重，也会影响你的运势。第五，扫墓之后要洗手洗脸，把晦气洗掉，把阴气洗掉，最好是用柚子叶水洗，或者用艾草水洗，这些都有辟邪的作用。如果没有用清水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洗干净，不要把墓地的气场带回家。第六，回家之后要换衣服，不要把墓地的气场带回家，把扫墓穿的衣服洗干净，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让阳光把阴气驱散。如果天气不好，可以用熨斗烫一烫，也有同样的效果。第七，扫墓之后不要直接回家，最好是去人多的地方走一走，比如商场、公园、菜市场，这些地方阳气旺，人气旺，可以帮你驱散身上的阴气，调整你的气场，然后再回家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第八，扫墓之后要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能量，最好是吃点热的东西，比如面条、粥、汤，不要吃冷的东西。冷的东西会让你的阳气更弱，更容易受到阴气的侵袭。第九，扫墓之后如果感觉不舒服，比如头晕、胸闷、心慌，要及时处理，可以喝点姜汤，可以泡个热水澡，可以烧点艾草熏一熏房间。如果情况严重，要及时就医，不要拖延。第十，扫墓之后要保持好心情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不要疑神疑鬼，要相信祖先会保佑你，要相信自己的运势会越来越好，心态好了，运势自然就好了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。这些注意事项看起来很多，其实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为了保护你的运势，保护你的气场。你照着做，肯定没错。你要是不听，出了问题，别怪我没提醒。2026年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，你要是该去的生肖，就好好去，诚心诚意的去，恭恭敬敬的去不该去的生肖，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
或者让其他生肖的家人代劳。不要觉得不去就是不孝顺，真正的孝顺是懂得保护自己，让自己有能力去照顾家人，去传承家族的香火，去延续家族的福报，这才是大孝，这才是真孝。道德经里有句话说得好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什么意思？天地运行有它的规律，不会因为你是谁就改变规律，不会因为你的想法就调整法则。你顺着规律走就顺，逆着规律走就逆。清明扫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你懂了这个规律，就能趋吉避凶，就能顺风顺水。你不懂这个规律，就只能碰运气，就只能听天由命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同样是扫墓，有的人就顺，有的人就不顺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有的人顺应了天时，有的人违背了天时，有的人的生肖五行跟当年的气场相合，有的人的生肖五行跟当年的气场相冲。相合的人去了就是加持，相冲的人去了就是破坏，这就是区别，这就是关键。2026年是丙午年，火气旺到极点，60年才有一次。这样的年份，五行属木和属土的生肖去扫墓，就是借势而为，就是顺水推舟，运势自然就好。五行属金和属水的生肖去扫墓，就是逆势而行，就是螳臂当车，运势自然就差。至于属火的生肖，虽然同属火，但是火太旺了，物极必反，反而不适合去。这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，这就是天地运行的法则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我不是该去的生肖，但是我想尽孝道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尽孝道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不一定非要去扫墓。你可以在家里设个牌位，每天上香祭拜。你可以多做善事，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以祖先的名义去做善事。这也是在给祖先积德，也是在尽孝道，而且这样做的效果比去扫墓还要好。因为你不但尽了孝道，还积了福报，一举两得。还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我是该去的生肖，但是我没时间去，怎么办？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没时间，可以让家里其他该去的生肖代劳，或者改天再去，清明节前后1个月都可以去扫墓，不一定非要在清明节当天去，只要你心诚，什么时候去都一样。祖先都会感受到你的孝心，都会保佑你。但是有一点要记住，如果你是该去的生肖，最好还是亲自去，因为你去了能得到最大的福报，能得到最强的加持，让别人代劳，效果会打折扣。就像吃饭一样，自己吃才能饱，让别人代吃，你还是饿，这个道理你要明白。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，有个老板，属虎的，生意做得很大，但是他太忙了，每年清明都没时间去扫墓，都是让老婆去，老婆属鸡，不该去的生肖。结果这些年生意越来越差，问题越来越多。后来找到我，我一看他的情况，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。我跟他说，你属虎，该去扫墓，但是你让属鸡的老婆去，老婆不该去，去了不但没有福报，还有霉运。你没去，得不到福报，老婆去了，带回霉运，你说你的生意能好吗？他听了之后恍然大悟，从那以后，每年清明都亲自去扫墓，生意果然慢慢好转了。现在已经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该去的人一定要去，该去的人一定不要去。
不要随便找人代劳，不要随便破坏规矩，或者不但得不到福报，还会招来霉运，得不偿失。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孕妇和小孩最好不要去扫墓，不管是什么生肖。孕妇身体弱，气场不稳，去了容易受到影响；小孩阳气不足，抵抗力差，去了也容易受到影响，所以最好不要带他们去。如果实在要去，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，比如带护身符，比如穿红色的衣服，比如在身上放一些辟邪的东西。我见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孕妇怀孕7个月了，清明节非要跟老公去扫墓，家里人怎么劝都不听，说什么要让肚子里的孩子也认识一下祖先。结果去了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开始肚子疼，差点流产。幸好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孩子，但是从那以后，孕妇的身体就一直不好，孩子生下来之后也体弱多病。你说这是不是教训？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孕妇和小孩最好不要去扫墓，这不是迷信，是为了保护他们，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。你要是真的想让他们认识祖先，可以等孩子长大了再去，可以等孕妇生完孩子身体恢复了再去，不要急于一时，不要拿他们的健康开玩笑。还有一点，就是身体不好的人，生病的人，最好也不要去扫墓，因为墓地阴气重，你身体本来就弱，去了更容易受到影响，更容易加重病情。如果你实在想去，一定要等身体好了再去，或者让家里其他人代劳，不要逞强，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。我认识一个老人，身体一直不好，有高血压，有心脏病，但是他每年清明都坚持去扫墓，说什么这是他的责任，是他的义务。家里人劝他不要去，他不听。结果有一年清明去扫墓，在墓地突然晕倒，幸好当时人多，及时送医院抢救过来了。但是从那以后，他的身体就更差了，再也不能去扫墓了。你说这是不是得不偿失？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，身体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去扫墓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要是把身体搞坏了，不但不能尽孝道，还会给家里人添麻烦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孝。你要想明白这个道理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，2026年清明节，属猴、属鸡、属鼠、属猪、属马的人不要去扫墓，属虎、属兔、属蛇、属羊、属狗、属龙的人一定要去扫墓。孕妇、小孩、身体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去扫墓。去扫墓要选好时辰，要穿素色的衣服，要带鲜花水果，要心存敬意。扫墓之后要洗手洗脸，要换衣服，要去人多的地方走一走，要吃点热的东西，要保持好心情。这些规矩看起来很多，其实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为了保护你的运势，保护你的健康，保护你的家人。你照着做，肯定没错。你要是不听，出了问题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都是为了你好。今天这番话，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，1年之后再来看，你肯定是个运势大开的人，事业顺利，财运亨通，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。你要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办法。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个人有个人的命运，我只能尽我所能，把我知道的告诉你。至于你信不信，听不听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科学，是规律，是几千年来老祖宗总结出来的智慧，
是无数人用血泪换来的经验。你不信可以，但是不要拿自己的运势开玩笑，不要拿家人的幸福开玩笑，不要拿子孙后代的福报开玩笑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你的福报也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你顺应天时，遵守规律，你的命运就会越来越好，你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多。你逆天而行，违背规律，你的命运就会越来越差，你的福报就会越来越少。这是铁律，这是真理，谁也改变不了。2026年清明节60年一遇的特殊日子，该去的人一定要去，不该去的人一定不要去。这是天意，这是规律。你顺应了，就是顺风顺水；你违背了，就是逆水行舟。选择权在你手里，命运也在你手里。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顺应天时，敬畏规律，好好把握这60年一遇机会。相信我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只要你诚心诚意，只要你恭恭敬敬，厄运消失，财运连连，事业顺利，家庭和睦，身体健康，子孙兴旺。这不是空话，不是大话，是真理，是规律，是几千年来无数人验证过的事实。最后我再说一遍，属猴、属鸡、属鼠、属猪、属马的人，2026年清明千万不要去扫墓。属虎、属兔、属蛇、属羊、属狗、属龙的人，2026年清明定要去扫墓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就好，照着做，保你平安顺利，福报满满。这是我给你的忠告，也是我给你的祝福。愿你好运连连，万事如意。